妹妹逼着我出50万给她整容，各种以命要挟，我只好给钱。可她被整形机构忽悠，做了不靠谱的项目，半年后出现整形后遗症，彻底毁容了。她因此恨上了我，说如果当初我不给她钱整容，她的人生不会完蛋。我无语，像你这种蠢货，即便整容成功，也成不了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礼盒，给我打50万块钱。我还没从上一世被李冉用刀片刮烂脸的恐惧中清醒过来，就听见李冉向我要钱，等我整容成功变成大美女，还你100万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是不是不想我过得好？我妈放下筷子，重重捶我一拳。礼盒，你妹想整容，这个钱你替她出了，你一个人赚那么多钱也没处花，翅膀硬了就不顾家了是吧？李冉撅起嘴。礼盒，我可是你亲妹妹，你赚钱给我花天经地义。这样吧，这50万块算我借你的，等将来我还你就是了。等我有了美貌，再加上我的智商、情商和出众的能力，至少是身家千万的富太太。富太太，我笑了。李冉眼睛长到头顶上了，可她就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蠢货。她长成这样，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。上一世，李冉找我要50万块整容，我本来想劝她整容有风险，况且我也没那么多钱。李冉向我哭诉自己因为外貌找不到理想工作，甚至喜欢了很久的男人记不住自己的名字。我妈也向我施压，骂我自私，不为妹妹着想，逼我拿出全部的存款。我所有卡里的钱不够50万，我妈让我必须想办法。反正家里的钱都用来栽培我们姐妹俩了。她骂骂咧咧着，谁让自己倒霉碰上个短命的老公，自己一人拉扯2孩子长大成人。我心疼她这些年不容易，白天上班，夜里兼职送外卖，辛苦半年，终于凑够50万。李冉欢欢喜喜拿着钱去了一家私人美容机构，被人忽悠着做了一套全身整容项目。1个月后拆线了，李冉就迫不及待发了个朋友圈。可本来普通的脸，现在成了诡异般辣眼，仿佛用菜刀割的欧式大双眼皮，鼻子像格格巫，下巴尖的能捅死人。不到半年，他脸上就出现很严重的后遗症，鼻子假体都快掉下来，下巴也变形了，一出门就被当成怪物。李冉红着眼说：“这一切都怪我，要不是当初我拦下他，不给他出钱整容，就不会这么倒霉。他把我骗回家里，在我的水里加安眠药，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，
用水果刀在我脸上足足划了105刀。我哭着喊着：“我妈，救救我！”她站在旁边睁眼看着，不仅没有阻止，还诅咒我毁了她宝贝女儿的人生，诅咒我应该下地狱。为什么毁容的不是你？是你偷走了冉冉的好命。你死了，冉冉才会转运。然后，我就被李冉一刀一刀折磨而死。没想到，再睁开眼，我重生了。见我不说话，李冉拿起水杯泼我一脸。想起上一世被折磨到极点的痛苦，一股气血涌上心头。我抬手拿起桌上的红烧肉，走到李冉旁边，将盘子里泛着油光的红烧肉扣在他头上。李冉猝不及防躲避，失声惊呼：“啊！”我妈盯着我，大声呵斥：“李和，你疯了！”我抽出卫生纸，擦干净手。没错，我是疯了。想让我给李和出钱整容，门都没有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我妈拽住我胳膊：“李和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之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辛苦把你培养长大，就能享福了。没想到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。”李冉手忙脚乱擦着头发，嘴里还不忘数落我：“妈，你看清楚了吧？”李和果然是个白眼狼。我妈朝李冉使了个眼色，又对我说：“妈刚才着急了，声音有点大，可你得体谅妈妈作为一个母亲的心。李和，你现在事业有成，不能不为你妹妹考虑。妈这辈子最挂念的就是你们俩。将来我走了，你们俩也是最亲近的人。你帮你妹妹就是帮你，家里的钱也都花在你俩上学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。妈妈但凡有一点办法，就不会用你的钱。等将来冉冉找到工作了，这钱就还你了。这一次你帮帮妈妈。”说完，我妈眼睛挤出几滴泪水。可我知道这都是装的。我忘不了我死后，我妈将我的尸体藏在老家地窖里。我推开她的手：“李冉要整容，我支持她，其他的无能为力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”我妈一愣，手悬在半空中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声。李冉却在这个时候嗤笑一声：“李和，你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我肯定能借到钱。到时候我成了富太太，一定把你踩在脚底下。至于你，就等着打一辈子工，一辈子给别人当牛做马吧。”“好啊，我等着那一天。”我转过头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我等着看李冉是如何把自己作死的，甚至不用我出手，他的人生都会烂到底。重活一世，我掌握不少信息差，本来就是金融管理专业，结合上一世的炒股经验，这一次我拿出所有积蓄，
买了一个刚上市的公司的股份，不过目前股价不太明朗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又细致调查了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，才放心把钱都投入股市。3个月后，我在朋友圈看到李冉发的自拍9宫格，配字是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美貌单出是死局，可加上能力和野心就是王炸。然后还在评论区内喊我：女人的嫉妒心真可怕，自己的亲妹妹都要辞境，人人都不看好我，可我偏要争气给他们看。本来心情因为股价下跌有点难受，看到这条朋友圈我顿时被逗笑了。李冉这审美真是难评，硬生生把自己整成塑料蛇精脸，以他的脑子肯定和上一世一样，被美容机构忽悠了。这脸后遗症一大堆，1年得返厂维修好几次。半年后，当初低价购买的股票翻了几10倍，我也成了小富婆。靠着这笔钱在市区买了房子，从出租屋搬到新家时，第一次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归属感。李冉这边也没闲着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大款，朋友圈也经常发一些奢侈品名牌包，不过我一眼就看出都是些高仿的货。当然也有人在评论区委婉指出不像正品。李冉破防大骂：这是新品，国内根本没有，我男朋友托人从国外带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有些人眉毛底下挂俩蛋，只会眨眼不会看。我看完笑笑，关掉手机准备追剧。我妈的电话突然打过来了：李和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？这几个月生活费赶紧打过来。我冷笑：妈，您现在还没到动不了的地步，真到了那年纪，我会承担赡养责任，也算报答你的生育养育之恩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会给你打生活费。上辈子，我妈总是隔3差5和我哭穷。每次我刚发工资，都会被我妈以各种理由要走。我当时心软，又念着我妈一个人养大我和李冉不容易，几乎将钱全部贴补给她。死后才发现，我妈用从我手中扣走的钱全进了李冉的口袋。我被李冉捅死后，她让神经混乱的李冉出去躲一躲。她为了处理我的尸体，全身分成100多块碎尸，藏在老家地窖里。我妈尖锐的吼声又从电话那头传来：反了你了，你是我养大的，现在长大了想把老娘踢开，没门。冉冉交了个男朋友，说是身家上亿，我怕他遇上骗子。这周6在翠轩楼订了个包间，你帮我看看这人是不是可靠。我妈到底比李冉多吃了几10年大米饭，不会轻易受骗。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，让他们乖乖掉进陷阱。我妈又催促起来：死丫头，你到底听没听？我听见了，这周6我会去的。
周六这天，手机屏幕显示李冉的号码，我随手点了挂断，可他不死心，一直打来，我只能无奈接通。李和，你知不知道我时间很宝贵的，1分钟就够你1天的花销。哼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个算账的。这周六你要来蹭饭的时候，别化妆，要是扮丑一点更好。休想出风头抢我男朋友。我简直要被李冉这话笑岔气了。我冷笑，你脑子平滑的没有一点褶皱，嘴巴如果闲得慌，不如去公共厕所舔干净。李冉气急败坏，嘶吼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敢这样？”然后很干脆地挂掉电话。我换了一身休闲的衣服，前往翠轩楼。路上有点堵，耽误了很长时间。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催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李冉也发信息，都是些不堪入目的字眼，我看也没看，反手将他拉黑。我刚一推开包厢门，李冉就开始阴阳怪气，可能是为了维持形象，这次没说太过分的话。李冉身旁是一名中年大叔，有点眼熟。仔细回忆，我想起来这是上辈子新闻里破产的老赖，后来又因诈骗入。我不过是多瞅了一眼，李冉就朝我翻了个白眼，生怕我看上她的土肥圆男友。我妈骂我怎么来这么晚，一点也不懂事。我直接对道：如果是吃席，我肯定准时到。我妈气得高血压上来，立马从兜里掏出药瓶，吃了2粒降压药。李冉伸出戴着大钻戒的手，开始秀起了恩爱。李和，赵哥给我买的钻戒可是5克拉的。赵全摸着李冉的手，宠溺地说：“冉冉，我是个不婚主义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想要珍惜的女孩。遇到你，我才第一次产生和别人共度余生的想法。”两人含泪相望，柔情似蜜。我恶心的差点吐出来。我毕竟大你那么多岁，为了证明我的诚意，我决定送你一个公司。他拿出一份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。李冉激动地送了个香吻，两人就在包厢里旁若无人地吻起来。其实赵全早就破产了，那份股份转让协议其实是把公司法人换成李冉，然后转移天价债务。没过多久，赵全接了个电话，说是有事就走了。席间李冉有说了很多自己要当上富太太，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之类的话，我全当是野鸡打鸣。等我们吃完准备走时，服务员提醒我们结账，原来赵全没买单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李冉为了装排场，特意选了翠轩楼，点了几斤澳洲进口龙虾，还开了一瓶拉菲。一看账单5万多，我妈小声嘀咕：“冉冉，你该不会遇到个骗子吧？”
李冉不悦道：“妈，赵哥2个月就送了我价值几10万的衣服包包，还要送我一个公司。我们请一顿饭怎么了？何况这一桌菜也是我们一家3口吃得多，理应我们结账。”我妈又转头看向我：“李和，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漂亮的女孩一大堆，你说这么有钱的人看上你妹什么了？”还没等我开口，李冉就冲我妈吼：“妈，我早说了，凭我的智商和能力，加上美貌就是王炸。你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赵全家的别墅你又不是没去过，是我们市最贵的富豪区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等着当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吧。就凭李和的脑子，他也看不出什么名堂，要不然现在也不会是一个臭算账的，住在出租屋里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。”李冉转过身，再次警告我：“李和，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，可谁让你没我命好？你可别打赵全的主意，他是我的。”真是被李冉蠢笑了，一个又老又丑的破产老男人，和李冉挺般配的。我嗤笑，我可没有恋丑癖。我这话戳中李冉痛处，气得他直跺脚，拎起手中的货包甩向我，可被我一个闪身剁掉。为了打消我妈的疑惑，我故意说：“妈，我看赵全不是故意不付钱的。你知道有钱人很喜欢试探人，要是我们家连一顿饭都不肯出，那人家怎么愿意和我们做亲家？”我妈被我一语点醒：“也是哦，这些有钱人啊，肯定不会白白付出的。如果真是试探，就合理多了。冉冉果然是个有福气的，以后呀，我们就要住上大别墅了。眼见目的已达到，李冉背上负债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。李冉长相随了我妈，很普通的一张脸，我却遗传了我爸的好基因，特别是一双眼睛，瞳仁又大又亮。可是这样的美貌却让我变得很自卑。上学时，很多男孩给我写情书，虽然我从来没答应任何一个，可班主任却把这一切怪到我身上。他当着全班人的面，在讲台上骂我是狐狸精。那男孩学习成绩下降，也是我不正经，是我勾引他们。讲台上那凌厉又厌恶的目光，重重压倒我的头颅和自尊。我至今都忘不了自己讨厌自己的羞辱感。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我妈，我以为我会得到安慰，或许她能为和老师理论，可她只是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，说：“你老师说的没错，确实像个狐狸精。”我知道我妈从小就偏心李冉，因为我长得像死去的老爸。可我没想到她真的不爱我。那一刻，我听到自己心轻轻破碎的声音。当我还是孩子时，我知道她最爱的是李冉，但我还坚定地认为她爱我，直到她亲眼看着李冉将我杀死。
我才知道这世上没人爱我。可没关系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孤零零的来，走的时候也是孤零零的走。没人会陪你到最后。如果没有人爱我，那我就用尽全力爱自己。没过多久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，还嘱咐我穿得漂亮点。我有预感这是个鸿门宴，但还是欣然答应。当晚化着精致的妆容回到了家里，我妈本来笑盈盈的脸上突然变了神色，因为我身后跟着一位男人。妈，这是我男朋友。我把陆南推上前，让他跟我妈打招呼。李冉从屋内冲出来，见我旁边站着的陆南，吹胡子瞪眼数落我：谁让你交男朋的？我看到李冉的脸已经出现后遗症，额头像个寿星公高高隆起，鼻孔像2个黑洞，脸部也因为注射玻尿酸过多，像充了气的发面馒头。我冷笑：你都快要结婚了，我作为姐姐还不能交男朋友？难道你想我一辈子嫁不出去？李冉气得扬起手，被陆南拦住。陆南捏着他的手腕，嘴角微笑，手上却暗暗使足了劲，痛得李冉失声痛呼。我妈心疼得不得了，连忙将2个人拉开。李冉揉着红了的手腕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你交男朋友也不和家里说，谁知道你从哪找的不靠谱的野男人？赶紧和他分了。我妈也在旁边帮衬着说：李和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你不知道男人都是最会伪装了，他们一旦把你哄到手，就会露出真面目。可那时候你已经被套牢了，想跑也跑不了。你听妈的话，妈给你介绍一个体贴会疼人家底厚实的老实男人，就是年纪大了点。可年纪大的才知道心疼人，小年轻都靠不住的。我握住陆南的手，坚定地说：我不可能分手，谁也不能把我和他分开。见我如此坚决，我妈气得血压上来，捂住心口。李冉扶住她，朝我破口大骂：你这个白眼狼！为了一个男的，把妈的心脏病都气发了，养你有什么用？你要是为了咱妈还能活着，见赶紧和那个男人分手。我妈也在旁边演起戏，边哭边骂：我一个女人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供你吃供你穿，还送你上大学。这些年我过多少苦日子也没有人心疼，我怎么这么命苦，摊上这么个不孝女？哎呦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一条宠物养了20多年也知道报恩，一个人我养这么大，就专门气我，我不如一头撞死。李冉暴怒，但碍于陆南在旁边不敢上前，只能在原地冲我骂：你的亲事，我和妈已经商量好了，你要是不和这个男人分手，以后别怪我和妈不认你。
以后你户口本上就你一个，你可想好了？我等的就是这句。正中下怀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现在就把户口从家里迁出去。谁要是让我，谁是狗。说完，我心满意足，拉着路南离开。我妈在后面嚎啕大哭，我就全当没听见。刚走出门口，就见一个啤酒肚腩的地中海男人站在门口，一看就是不是个善茬。他看上去比我大了2倍，一双眼睛却在我全身瞄来瞄去。路南注意到，立刻将我护在身后，眼神警示男人。我们没走出多远，就听见一个很厉的声音：“不是说给我弄个美女吗？我钱都交了，你们要是敢赖账，我把你们扔到地下市场。”我妈跪地求饶：“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保证一定把人给你送到床上。”听见我妈的话后，路南摇摇头：“你妈真的，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配当父母。”我轻轻一笑：“早就习惯了，我不需要亲人，自己也能把自己养得很好。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还得麻烦你。你放心吧，我可是专业的，我的顾客没有一个受伤。”路南的真实身份是我的保镖。我在网上看到赵全被抓捕的新闻，就去安保公司雇了一个保镖。李冉现在身上背了一大笔债务，他还不起，肯定会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上一世被他折磨而死的场景，每天都会出现在我噩梦中。这一世我要好好活着。把户口迁出去后，我订上了去新疆的机票。这几天，我妈和李冉都没有再骚扰我，但保安在业主群里说小区附近有可疑人员出没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新住处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决定还是先离开这座城市。我刚下飞机，邻居就在业主群里艾特我：1206，不是刚买房子没多久吗？怎么突然卖房子？我刚才下班看到有人你家的家具电视都被搬走了，你家搬家动静有点大。我往里面瞅了一眼，有个长得像外星人的女的，好凶啊，还骂我。我没听说你要卖房，就问了一句。她说房子是她的，她想卖就卖。敢动我的房子，真当我好欺负。当晚买了回程的机票，第2天回到 A 市。我刚坐上出租车就拨了报警电话。赶回家时，李冉和我妈正带着人看房。这房子地段环境都好，要不是我女儿出国了，我还真不想卖。我妈正介绍着，突然看到我，心虚道：“李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的房子，属于我的私人财产。你们想卖我的房子，属于犯罪行为。我已经报警了。”李冉一听我报警就炸了：“李和，
你想把自己亲妈和妹妹都送进监狱，你还算人吗？看房人意识到我才是房子的主人，被我妈和李冉耍了。原来你们是骗子，差一点被你们骗了。你们等着吃牢饭吧。我妈慌了。赵全虽然人进去了，但李冉身上的500万债务不能免去，而我这套房子价值300万。我妈突然扑通跪在地上，李和，妈妈求求你，求你救救你妹吧。赵全骗冉把公司法人转让，其实是为了转移债务。要是还不上，你妹就要被卖到缅北还债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。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冷血，看着你妹被人卖过去，见我无动于衷。我妈梆梆梆开始磕头。李冉面目狰狞，瞪着我恶狠狠道：你早就知道赵全是个骗子，故意不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。你见不得我过得好，对不对？李冉突然激动地冲过来，抄起旁边的花瓶朝我脑袋砸来。我反应及时，额头却还是擦破了，鲜血瞬时涌出来。你这个贱人，凭什么毁了我的人生？李冉大吼起来。此时他的脸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后遗症，却以为没钱而耽误了修复，在阳光下奇丑无比。他脸上满是恨意，握紧拳头朝我身上砸，被我一巴掌扇倒在地。警察很快赶来，我简单说明了情况，调取了客厅和门口的监控。从监控器可以清晰看到，我妈和李冉找可疑人员暴力撬开了房门，并且未经我的允许擅自卖房。他俩被警察带走拘留。李冉嘴里不停叫嚣着：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我妈把他养这么大，他的房子就是我的。李和，别以为你赢了，我还有机会翻盘。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比我过得好。看，重新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还是重蹈覆辙，把自己的人生毁掉。我还是心软了，不想送他们坐牢，只告了他们非法入侵的罪，拘留半个月就出来了。半个月后，他们从拘留所出来了。我妈把房子卖了，我家那个老破小最多卖50万，远远填不上李冉的债务。私家侦探告诉我，我妈和李冉去贷款了。我妈年纪大了，身份证借不了那么多，而李冉信用不好，东拼西凑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我妈没了办法，唯一能帮他们的只有我。她现在进不去我们小区，干脆来我们公司堵我。这天我刚下地铁，老远就看到我们公司门口围了一群人。我一走近，就听到周围的人议论纷纷。天底下还有这么不孝的女儿，真是可怜了这位伟大的单亲母亲。这不孝女就是我们楼上公司的李和。没想到她竟然连自己的亲妹妹都害，
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觉得他这样做背后可能有原因。正常家庭怎么会培养出一个不正常的孩子？除非这个家庭也不正常。现在吃瓜群众不那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事情没有弄清楚前，大家还是保持中立态度。我看着我妈坐在地上，想要制止这场闹剧，尽量不把家事带到公司来。我妈这时候也看到了我，立刻扑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尖锐的声音直冲云霄：你妹妹快被你害死了！要不是你怂恿她去整容，她也不会被人骗这么惨。你倒好，自己买了大房子，对家里不管不顾。我白养你20多年，大家都来看看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是一条大花蛇，以后谁娶了她谁倒霉。周围人显然被我妈高超的演技欺骗了，指着我议论纷纷。我妈见自己占据舆论上风，威胁我：李和，你要是不肯救你妹妹，我就每天都来这里，很快你就会出名，到时候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你。想威胁我，可我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我走上前，在她耳边说：妈，上一次我心软没把你们送进监狱，监控视频我还留着。你要是忍心李冉蹲监狱，我就狠心把他送进去。我妈吓得脸都白了：你，老天爷呀！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才会生出一个这么恨我的女儿？他已经明白我不是之前那个渴望亲情任他拿捏的李和，害怕我真的把李冉送进监狱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私家侦探告诉我，李冉为了还债打算去卖肾，我妈可舍不得他受苦，自己去卖肾。可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少了一个肾，身体免疫力下降，冠心病、心脏病一下复发了，可根本没钱去看病。为了躲催债的，每天还要东躲西藏，很快就病倒卧床。催债的人每天逼得很紧，尽管他们躲起来，还是被逮到。抓住他们就是一顿暴打，一天不还钱，他们就要挨一次打。看着李和被揍得遍体鳞伤的照片，我觉得还是不够。上辈子，我脸上被划了105刀，和我受的痛苦相比，这还远远不够。上辈子的李冉在毁容后，把一切罪名推到我头上，数十刀结束我的生命。重活一世，他又把自己作死了，还是把失败归到我身上。这些日子我不敢掉以轻心，雇了几个私家保镖在暗中守在我身边。保镖向我汇报，李冉夜里一直徘徊在我家门口，可李冉迟迟不行动，我等得都有点着急了。一天夜里，保镖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李冉穿着外卖服混进来，包里装了绳子以及硫酸。我每天夜里都会点外卖，看来李冉已经摸清我的习惯，
作为独居女性，我一般都会让外卖员把外卖放在家门口。这天也和往常一样，外卖员敲门说外卖搁在外面了。1分钟后，我打开门，还没走出2步，就被一只手用手帕从后面捂住鼻子。再次睁开眼，是在我家客厅。李冉拿着刀，居高临下盯着我。凭什么你可以过这么好？这不公平。明明我有能力有野心，可为什么还会失败？为什么你当初不劝我别整容？为什么你不提醒我赵全是个骗子？为什么你拥有我得不到的美貌？李冉眼里满是血丝，神经质地盯着我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是你毁了我的一辈子。”我皱眉盯着他，李冉还是和上辈子一样要杀了我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任何不是靠能力得来的东西都会付出代价。上一世我因为外貌受到诋毁和羞辱，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想替别人撑把伞。我给李冉出钱整容，本意不是不想他因为外貌受到不公平待遇，可他即使重活100遍也会作死。你最应该整的地方，应该是你的脑子。李冉一愣，脸上出现片刻空白，然而只是一瞬，他又恢复了刚才的面目狰狞。或许是我的话刺激到他，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硫酸，突然发疯般朝我冲过来。我要把你的脸也毁了！哈哈哈！瓶口对准我的脸，眼看就要泼过来，突然一个人影闪过，一脚踹开李冉，瓶口因为方向的改变，泼到了李冉脸上。陆南早就埋伏在暗处，为了配合我演一出戏，上一世我的脸被划了105刀。我曾发誓要让李冉体会我受到所有痛苦。看到他捂着脸在地上大声咆哮，我心里才有种大仇得报的爽快。警察很快赶到现场，带走了奄奄一息的李冉。这一次我没有心软。李冉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李冉想杀了我，然后再偷渡到泰国躲债。他没能熬过这个冬天，就在监狱上吊自杀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时，她躺在病床上，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在空中不断挣扎。当初你要是肯嫁给黄老板，李冉就能还上债务。都是你害死了他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贱人！冉冉，我的女儿，你等等我。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底下受苦。我知道她是想为李冉报仇，可惜现在她少了一个肾，冠心病复发，全身都动不了。旁边的护工看我可怜，忍不住劝我妈：“老太太，你不能这么偏心啊！你的小女儿绑架在先，还打算泼硫酸让你的大女儿毁容。你现在可就这一个女儿了，别再骂了，给孩子骂寒心了。以后谁给你养老？”
我妈狠狠呸了一口。我就算死了，也不会让这个不孝女给我养老。我转身走了。身后，我妈歇斯底里的叫骂声逐渐被医院里的喧嚣掩盖。出了医院大门，往右拐，一条道路开满兰花楹，像蓝色的大海倒置在天空。我就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奔赴光明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